大家好，我是牛奶。本期将为大家分享的是最喜欢的12部国漫，没有排名。第一部《白妖谱》，每一篇都是新的小故事。桃都鬼医桃妖只治妖怪不治人，他带着小和尚磨牙一起云游四方，顺道给各路妖怪治病。桃妖收服了一只狐妖，为保住性命，狐妖回到了原形，从头开始，也成了磨牙的跟班狐狸滚滚。两人一狐，再加上他们的老邻居柳公子结伴而行，为周围的妖怪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也为这些妖怪周围的人类排忧解难。简言之，一人一僧一狐，嬉笑怒骂，云游四方，百妖百事百情，光怪陆离，人间冷暖。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百妖谱之庆忌篇》，此一生你为取我性命，我为负你承诺无憾。第二部《玲珑》，一部3D 末日题材的国产动漫。在剧中，由于地质灾害使得人类人口锐减，不得不躲进灯塔。为了生存，灯塔上的居民等级分明，臣民的性命被上民轻视。在猎荒者寻找物资的行动中，臣民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行动，但取得的回报很低，并且没有优良的武器，传统的家庭关系也被抛弃，一切为了生存。值得一提的是，玲珑的画风精良，堪称一绝，打斗动作幅度自然，打斗场景细节铺设也很到位。叙述方面也是将末世下的社会问题通过臣民和上民间的阶级差异映射得淋漓尽致。第三部《西行记》，题材很新颖，立意很深刻，整体颠覆了传统西游记。唐三藏师徒4人受天庭委托，千辛万苦取回奇经交给天庭。三藏本来的目的是让世界变得更好，可事与愿违，天庭的最高统治者已经黑化，想要毁灭奇经。孙悟空因为保护奇经战死，唐僧与另外2个徒弟也都受到了惩罚。很多年后，弱鸡主角白狼出现，找到了武僧唐三藏法师帮忙，师徒几人正式开启了还经之路，一路在妖怪大道上披荆斩棘。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猴哥。第4部《星辰变》，主要讲述主角秦羽由于体内丹田先天不足，无法修炼内功，但秦羽却不甘堕落，内功不行就炼体，从小就勤修苦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流星泪，从此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与灵魂境界，在自己不懈努力和一次次的机遇中不断取得突破，最终成为鸿蒙金榜第3人，宇宙之神。只是比起主角，不知道为什么我更喜欢主角的兄弟小黑和猴狒。星辰变里的人物建模十分精细，人物脸上的雀斑毛孔清晰可见，画面也足够精美。第1季12集，一集20多分钟，观感很好，属于越看越上头的类型。至于第5部《斗罗大陆》和第6部《斗破苍穹》，都属于打怪升级的爽文类型，至今都很火爆的点击率和播放量足以说明大家对他们的喜爱。第7部《画江湖之不良人》，该动漫的世界观背景设定在晚唐，主要围绕着从事征集捕盗职务的官差不良人这个组织所隐藏起来的太宗龙泉宝藏而展开。故事大概讲的是主角李星云和他的小师妹在行走江湖认识了张子凡，女主姬如雪后被不良人的统帅不良帅找到，从此肩负重任升级打怪，有着江湖热血儿女情长的发展故事。动漫的人物刻画和心理描写都非常出色，我个人呢是很喜欢黑白无常的建模帝。第8部《一人之下》，除了画风精美，涉及很多中国道教元素，叙事能力很强，以及不按常理出牌的男女主设定以外，整部动漫都是一系列的埋下各种伏笔，又一步一步的揭开各种伏笔。动漫里的各种对话都是当下非常流行的各种流行话语，故事的情节进展也是非常的快，主角的人设也比较贴近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所以它深深地抓住了我的心。第9部《刺客567》，大致讲的是失忆前是第1刺客，失忆后成了大宝发廊的高级发型师。虽然经常接些乱七八糟的廉价任务，但是567却是一个假贱贱真温柔热血的短裤男。他的画风独树一帜，不精细但独特，配音也很有特点，整体剧情热血中带有幽默，通过几个小故事把不同思想的深化和角色理解的冲突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总的来说，这部动漫是在搞笑中体会人情，在人群中表现人物，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他们都在为守护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奋斗着。第10部《罗小黑战记》有剧场版和大电影，我只看过大电影。
整体画风很治愈、简约、细腻且清新，属于老少皆宜。主要讲的是猫妖罗小黑，由于人类对大自然过度索取，威胁到了妖精们的生存环境，不得不来到了人类世界。然后在人类世界不断成长的故事。电影主题是环保，但想表达的不仅仅是环保。全片有笑点，有泪点，也有升华。我最喜欢的就是罗小黑的师傅无限。不过据说剧场版的罗小黑阐述的世界观是没有平等，但有平衡，个体之间必须存在差异，才能达到整体的平衡。我决定抽时间去看一看。第11部秦时明月系列，全剧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第一帝国开始，到西楚霸王项羽攻陷咸阳结束，时间跨度30年，讲述一个体内流淌英雄之血的少年天明，如杂草般顽强生存于时代变革的乱世之中，面对强暴的政权、危险的敌人，经历了亲情、友情、爱情的沧桑变化、悲喜轮回，最终成长为盖世英雄。凭一己之力改变历史进程的热血励志故事。剧中诸子百家在这个合纵连横的大时代中悉数登场，百家争鸣的中华古文化在此激烈冲突碰撞。简单来说，秦时明月就是以历史为骨，艺术为艺，将传承100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现代动画技术再现，整体构架和传递的价值观是没毛病的，缺点是更新太慢，剧情也越来越拖沓。第12部魁拔，本人最喜欢的一部国漫，由于一些硬伤，再加上比较挑受众，牛奶并不推荐大家去看，但是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魁拔目前已出3部大电影、2部番剧、2本电子漫画以及3卷魁拔之书。不同年龄段的人会对魁拔有不同的认知，简单介绍一下在魁拔里经常能看到的术语。元央境界包含平行的天地2界，天界更为文明，时间流速慢于地界，其中居民自称天神，行事遵从理性思维。天神分为晋、普、央、焰、辰5系，对应5行，每系有1位主神和至高神元。原点是天界的能量核心，地界已知有11国，分别为神圣树国，其居民灰妖；风国基斯卡人，龙国龙族，商国墨拓人，兽国兽族，异国异族，雪国萨库人，夜国雾妖，海国灵妖，沙国格洛莫赫人和虫国遮族。前10国共同组成神圣联盟。脉是一种振动，是由万物组成，人体有12脉门，通过脉门引动空气中的脉，可以形成脉数。曲径是平行空间间的通道，纹药则是曲径的碎片，多种多样，既代表持有者的社会地位，又可在其使用脉数时增幅力量，还可以促进天地2界的形意交换。由于魁拔所涉及的世界观比较庞大，就不一一说明啦。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喜欢的动漫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